哎，大家好，我是胖虎。我们今天来到了可以看到松江机场，也是飞机起降的地方。我们要来做防水啦。那今天要做什么呢？今天要做的是屋顶的防水。那我们的业主呢，他已经很贴心的帮我们把现场都已经敲得干干净净，我们只要来这边把防水做好就好咯。那我们今天主要要做的就是女儿墙上面的防水。那我们施工现场长什么样子呢？那我们一起上来看看吧。我们现在来到了顶楼啦。那现在看到我们后面呢，墙壁跟地板都已经打除完了。那现在我们的伙伴们也正在施工中了。打除完之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塑地面状况是不是可以已经做防水了呢？虽然打完了，但是它可能还是对于防水来说是还需要再进一步处理的。那什么叫进一步处理呢？就是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的坑洞，或者很多的凸起来太多的地方，对于防水来说都是很容易造成弱点，就是很容易会被破坏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先进行处理。那我们要进行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来到这边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这个通风宝。这个通风宝呢，就是我们厕所的排气啊，那些都会在这里。那我们的通风宝因为打除完之后呢，有很多的凹坑，就是凹太多了。那我们防水做进去的话呢，这个其实对防水是一个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处理，就是先把一些凹的地方补平。所以看到我们师傅们把那个凹坑的地方全部补平之后，这样子防水做起来就是在一个比较平整的面，这样防水也比较不会有问题。而我们在补完一些凹坑之后呢，有没有发现墙壁这边的墙壁有非常多的那个原本的瓷砖的粘着剂还残留在上面，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个墙壁全部先大磨一遍。用砂轮机把它磨平，磨平之后，这样我们防水才不会坐在一个凹坑非常多的地方，就好像一边是山一边是峡谷，这样做起来会非常的不好，对于防水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墙壁呢，我们先用打磨把那些凹坑呢把它打磨到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就好像我们在化妆之前，我们吃了我们的早餐，然后早餐吃完发现，几颗黑胡椒粘在脸上已经干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擦掉。我们就直接把我们打底就打上去了。我们粉底打上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块黑胡椒可能过不久它就裂开了。所以我们的防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先把我们的底好好的先处理好，太多的奇怪的东西在上面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做的防水也会像我们刚刚做在脸上的化妆完的东西一样会裂开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处理完我们的塑地面呢，就是把我们的凹洞补起来，把凸的地方磨平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做我们的防水啦。然后防水的第一个要领就是要先把一些弱点的地方先进行补强。那哪里是最常见的弱点呢？而在我们的屋顶的话，就是我们的女儿墙跟地板的这个交角90度角，它是一个特别是一个弱点。为什么呢？因为通常这个墙壁都是在地板完成之后才灌浆的，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个施工缝，而那个施工缝呢，就特别容易造成漏水。所以我们在这个角的部分呢，我们会先进行补强。这个地方我们会先用我们的 PU 胶把它补起来。这是一个弹性的材料。第一个，先让我们的直角变成圆角，变成圆角之后呢，防水材坐在上面比较不会断裂。如果是直接的直角的话，防水材坐在这边是很容易断裂的。而断裂之后呢，这边又会成一个新的漏水点，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发生。而我们用这个弹性材呢，也是因为它本身是弹性的，那我们的防水材也是弹性的，做上去之后呢，比较不会有问题。如果用刚性的材料呢，做在下面，刚性材如果裂开了，我们的防水材也可能跟着裂开。好，那我们补强我们的弱点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进行我们的打底啦。那防水材的打底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打底就直接做防水的话，它一样会脱落的。所以我们在说我们的墙壁跟地面呢，防水之前一定要进行打底的动作。那我们打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施工面都涂过一次，至少一次。如果今天它的塑地面吸材料吸得非常凶的话，可能要2次或者3次，为了要让它可以确实的打底才可以达到作用。那这个作用呢，就是为了要让固化我们的表面，让粉尘不会再飘起来，而且可以增加跟防水材的接着性。而我们做完打底之后呢，就要来做我们的弹性水泥，因为我们这次墙壁使用的是弹性水泥。我们用弹性水泥在涂布之前要记得几件事情，我们要先好好的搅拌它。如果没有好好的搅拌它，涂上去就会看到很多的颗粒。那这个颗粒呢，如果之后掉了，很好，又成了一个新的弱点了。所以搅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搅拌完，我们就要开始一一的涂。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师傅们呢，现在正在做我们的花台。花台的防水呢就特别重要啦，因为花台里面可能以后会种植一些植栽，
所以我们现在先从最需要处理的地方开始做起来。而我们的这个花台里面呢，防水层会做的特别的比较厚一点，因为可能会有进水的问题，也有可能会有覆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在这边会做防水层的厚度会加强，让它比较不会之后有漏水的问题产生。那我们在做墙壁的防水的时候呢，在住家最常遇到的是有一些管线的地方，而像这个管线呢，就像这边，我们的管线有非常多的在墙壁上，那这个墙壁呢后面的管线就会导致我们的防水不好施工，所以这边是需要优先处理的。不论是怎么样的防水工程，我们都要先进行对一些比较难的地方来进行处理。处理它完之后，其他的大面积就会比较方便，我们可以进行施工了。在做防水之前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先做断水。为什么要做断水呢？断水就是防止水进入到不该进入的地方。而我们的后面呢是一个室内的区域，室内的区域在跟这个露台呢，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断水，避免以后我们的水可能会进入到里面。我们的断水的处理呢，就会在地板上先打个沟槽，然后呢，把我们的弹性材填进去，让水之后呢，不会从我们的混凝土这一层面而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区。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次用的防水材呢，墙壁跟地板用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墙壁是弹性水泥，而我们的地板呢是 PU 材质的。这两个材料呢，理论上是不同的材料，搭接上也会有一些问题。这是我们的施工顺序呢，我先把墙壁做完，一路呢包到我们的地板上，之后我们的地板的材料才会慢慢的涂上来。而一般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一般的话，我们会从地板先涂上来，之后墙壁才包下来，这样子我们地板这边涂的断层的地方呢，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落点。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这次敢说我们先把地板包上来呢？后面屋主有跟我们讲，他之后要贴瓷砖。瓷砖呢就会帮我们把我们的接缝呢给压住了，压住了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落点，所以我们这次采用这样的施工方法。而如果你之后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们家屋顶也要施工的话，要记得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个顺序不一样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漏水点哦。这次就是我们的屋顶的工程的所有部分啦。那如果你也想要了解更多的屋顶相关资讯的话，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知道些什么事情，我们也会一一的回复哦。最重要的要记得要订阅我们，还要按赞分享，也要记得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这样才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的内容哦。那我是胖虎，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